比特币有风险吗？还是调整完之后要暴涨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现在在 Bybit 上面呢，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那以太坊的仓位只有比特币的一半。目前我们来看获利的部分，已经比之前要少了非常非常多了，只剩下200多万而已。比巅峰时期有400多万的利润呢，回撤了不少，因为比特币有蛮大幅度的回撤。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山寨币吧。其实目前 Avalanche 它还是走得很强势，它还是一样走得很好。我的仓位价值开的不大，但是我们却有非常丰厚的回报，抓住了到现在呢，也是有大概56%的涨幅，抓住了56%的涨幅。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那 BigGet 你只要入金完成一定的交易量就送你体验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吧。其实我们现在这周呢，它不会再收成绿色的 K 线了，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收了8根，其实连续8根呢，在加密货币史上也不多见哦，仅仅只有一次。如果我们复盘从2017到现在的话，其实也就只有一次而已。那我们这周确实它不可能再收阳线了，很难再收阳线了，它会收一根阴线，不过也没关系。如果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有适度的调整，其实对于多头来说是健康的。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上涨，然后都没有调整，那突然来了一波很大的回调呢，就会对持有多头仓位的人有很大的影响。那从日线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在走调整嘛，但调整的过程呢，我会认为目前的调整它不至于到不健康，因为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它的量能呢是逐步的衰减的。当然，我们要观察一下它周一产生量能的情况，但我认为目前的回调呢，它比较没有倾向于这个回调的幅度会更加大的可能。那当然，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前低点有没有被跌破。好，那我们回到操作的级别吧。现在我认为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下降趋势线了。那当然，如果要加仓的朋友，或者说还没有入场的朋友呢，说不定在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时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的入场机会，或者说加仓机会。而且呢，现在其实也已经在走收敛了，我们的高点呢在降低，然后低点呢在抬高。那这种收敛就是通常调整到末期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这种三角调整呢，通常它都是一个中继形态，也就是如果我们是从下跌的，然后呢进入到了一个三角区间之内了，然后我们收敛过后呢，通常我们就会再往原本的方向进行。那如果我们是从下往上来的，然后我们经历了三角调整之后呢，那通常会比较有可能我们就会直接往原本的方向进行。那当然了，我们原本的方向就是由下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三角调整呢，会比较倾向于至少以形态来说，会比较倾向于往上做突破。那我们可以等等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当然了，我们现在最怕的其实就是它把前低点给跌破。前低点如果被跌破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这里被跌破，就会预示着我们还会这个下跌呢，还会再往更深的地方去走。那当然，我们下面呢比较明确的支撑大概是38000左右。而且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又有见到量能放大，然后有 K 线有阴线出现的话，那其实就会蛮危险的。因为其实还有一种走法是比较不好的走法，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上涨呢，它是大概来到了618位。那其实618是还蛮危险的，因为它确实有可能是一个反弹，确实有可能。但是呢，我以量能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是有这种可能。那我们要严防它跌破前低点。如果说跌破前低点的话呢，那我自己有可能会把我的多单先给对冲掉。不过以盘面来看呢，我认为我们接下来直接往上走会是比较可能的一种走法。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费率好了。资金费率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其实资金费率已经慢慢恢复到正常。你可以看到币安、OK、Bybit， 包括比特币、以太坊当然还好啦。但是比特币的话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那我认为这个是至少市场上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加上时间轴的图表当然，如果我们要观察资金费率的话，肯定要加上时间轴，这样才会更完整一些。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在盘整的时候呢，资金费率都是很平缓的。其实庄家他玩的把戏呢，跟前面在盘整区这里是一个盘整区，然后这里又是一个盘整区，其实两次呢，他玩的手法是一样的。刚开始我们上涨的时候呢，其实资金费率会高起来，这很正常因为大家看着在上涨，所以做多的人自然会多。那这个时候
就很难暴涨了。不是说完全不能涨，但是就很难暴涨，因为总不可能让大多数人在车上。那后来呢，在上涨的过程呢，我们的资金费率来到了顶峰。那随后庄家他其实用的方式，他并不是用回调，通常庄家是会用回调，因为回调呢是使人下车最快速而且最有效的方法。但他在这里他用的是用时间磨死人，然后让资金费率给慢慢降下来。那等到我们缩量之后呢，好，我们就选择开始向上。那当然向上之后，我们的资金费率又会慢慢开始高起来。其实就跟我们一开始走的第一段的时候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资金费率都会慢慢高起来，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让资金费率恢复到正常了，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迎来我们下一波的行情。你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在这里它有连续3天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当然现在有稍微高了一些了，但是我相信再给一些时间，我们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比特币就会继续往上走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它不太需要轻杠杆，不太需要，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至少不太需要。因为你可以观察一下下面的 open interest，open interest 就是持仓嘛，它的持仓其实是在非常非常低的位置，表示现在呢持有仓位的人或者说这个仓位呢它本身就不大，所以要发车也不会造成庄家太大的困扰。所以我认为其实现在确实是具备了往上的这种条件但是我们要严防它跌破前低点跌破前低点的话，确实还是会比较严重的。好，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